它是一种能有效控制浪猫数量和同时能帮助猫咪和人类的方法。T trap 就是准备猫笼，用饲料诱捕猫咪。N neuter 就是将抓到的猫咪送到有跟政府合作的兽医院，将其结扎。R return 就是将结扎后的猫咪送回它原本住的地方，不但救了它们一命，也会对社区带来一定的好处哦。其实现在 TNR 中加了一个 Phi， 变成 TNVR。Phi vaccinate 就是在原来 TNR 的程序上增加了注射疫苗的步骤，以降低猫只感染疾病的几率。从2006年开始，台北动保处与民间动保团体开始合作实施 TNR。TNR 也被证实是能有效控制浪数量，维持社区与动物品质，最人道的，能缩减公家单位近50%控管动物成本资源的方法。在捕抓或通知志工来捕抓猫咪前，可以先在固定时间地点喂食它，让它对你对环境有一定的熟悉感，这样也方便自己或志工有效率地抓准时间将它们诱捕。在猫咪被送去结扎后，可以帮来得及清训的小猫及亲人的成猫找到适合的认养家庭，或送到中途之家，请他们协助寻找饲主。但部分成猫因为长期生活在野外，所以有野性，较难让人饲养，因此需要原放回他们原本住的地方。剪耳是猫咪被结扎过后的标志。兽医在帮猫咪结扎过后，就会在它们的耳朵剪上小小的一角，这是为了让民众和兽医知道猫咪已经结过扎了，让民众不用重复捕捉它们，也不用让兽医再多动一次刀，更不用让猫咪再被开刀一次。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街猫耳朵上有被剪一角，就不用再捕抓它们了。公猫剪左耳，母猫剪右耳，所以想要知道街猫是公是母，就看它们的耳朵吧。顺便补充一点，其实大部分的三花猫都是母猫哦。先来说说没有实施 TNR 会发生什么事好了。没有 TNR 的话，就是把猫送到流浪动物之家。但把猫送到动物之家真的有比较好吗？这样只会间接式的将猫咪杀死，疾病的散播会随着空间缩小而提升，而分配给每只猫咪的资源，例如粮食和照料频率等，也会随之减少。这样只会让动物之家更拥挤。台湾在2015年初修改了动物保护法，政府除去了收容动物若在12天内没有被领养走，就要安乐死的条例。但随着安乐死的消失，动物之家内的猫只数量也会越来越多。另外，把猫抓走就会有新的猫再次进来，这样只会让这个情况负面循环而已。再来说说实施 TNR 的好处。1. 如果实施 TNR， 抓到的猫就会被送去结扎，并被放置回它原本的住处。猫本身有区域性，会维护它的地盘，因此被放置回原处的猫可以避免外来猫的闯入，在原本的猫被结扎与不会有外来猫闯入的情况下，就能有效控制这个区域的浪猫数量。2. 被结扎过后的猫也不会再发情，能减少猫只带给民众的噪音困扰。3. 减少浪猫数量。猫咪一次最多能生8只小猫，若不结扎，它会一直繁殖，猫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。猫咪的繁殖速度很快，且一次能生很多只猫。如果一只猫一次最多能生8只，这8只小猫又再各自生8只，而这8只又再各自生8只。你应该可以想象最后到底会有几只猫了。另外，很多人很有爱心，会时常喂食浪猫。但若一直喂食不结扎，猫咪就会有体力继续生小孩，反而会造成反效果，造成更多街猫流浪街头。4. 减少疾病传染。TNVR 后的猫因为有打疫苗，因此可以减少疾病的传染。5.
安乐死相比，TN2已经是目前最人道，同时也能最有效减少浪猫数量的方法了。很多不喜欢猫的人都会说，但其实把它抓走，不喂它，并不会解决问题的根本。一，不喂它，它就会去翻垃圾桶，造成环境脏乱。二，虽然不喂它，它会跑到别的地方，但浪猫的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被解决。三，把猫抓到流浪动物之家，还是会有新的猫跑进来。四，天籁志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，住户会反对的原因如下：一，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品质，如猫打架、发情，在阳台或屋顶生小猫，又或者是结扎过后的猫还是影响到它们，如抓摩托车椅垫，在车上留脚印，以及大小便无法掩埋的问题。三，以前受到猫的干扰，根深蒂固，但天籁志工说，只要解决以上问题，诚恳地跟民众谈，站在他的立场，认同他，帮他排除问题，住户都可接受。一，可以阻挡外来猫。二，减少动物之家的负担。三，防止蟑螂、老鼠的滋生。因为猫咪本身会有抓老鼠的习惯，所以有猫在，多多少少都可以防止这些小动物的滋生。四，但刚刚也有提到，并不是每只猫都必须原放，有些亲人的猫是可以送养的。一般来说，母猫结扎的费用会在1500到3000之间，而公猫会在800到2000之间。母猫费用较高，是因为它们的手术复杂程度较高，伤口较大，因此需要较长时间复原。相比之下，公猫的伤口比较轻微，只需住院3天，因此费用比较低。这边要提醒各位，外面的环境脏乱，若伤口没好，直接原放猫咪容易造成感染，缝线松开，所以不可以想说住院不重要，不住院反而会害到它们。当然，如果家里状况允许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把它们带回家，让它们休息，省一笔住院费。另外，现在政府也有提供 TN2 经费申请，街猫友善行动方案 TCCP 为 Taipei Cat Care Program 的缩写。里长若签署 TCCP， 就能为其里提报并申请公费，也可以联络已获得志工证的志工及爱爸爱妈，因为他们可以申请结扎经费。但因为有许多爱爸爱妈，所以经费有极大的可能很早就被申请完毕，所以记得要趁早哦。最后，如果看完以上步骤觉得很麻烦，而且想节省时间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做点爱心，自己付费哦。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访问到了中山区中吉里的林德胜里长。里长为了他的里已经做 TN2 很多年了。里长表示，在经过多年的 TN2 实施后，浪猫数量已经有了改善。以前一个公园里会有20-30只猫，2个公园就有近50-60只猫，但现在浪猫数量已减少到只剩几只了。只要你想帮助这些浪猫，不管你是不是爱爸爱妈或志工都可以做到。若想跟附近居民推广 TN2， 并让你们的社区或居住环境开始实施 TN2， 可以先试着跟附近邻居沟通和宣导 TN2 的目的和成效，让邻居了解到 TN2 的好处，做到人与流浪动物的和平共存。最后，其实不管 TN2 做得再好，如果大家持续的弃养自己家的毛小孩，让他们流浪街头，流浪猫的数量也只会越来越多。因此，除了呼吁大家认养不弃养，也要跟所有想养猫狗的人说，记得要领养代替购买，救救那些在动物之家的小生命，也帮助减少流浪动物之家的猫狗数量，让真的有需要的毛小孩住进去。